一种小小的海洋生物却能把整片海底森林啃成荒漠。这种生物就是海胆。一提到海胆，许多人想到的是美味的海胆刺身或海胆炒饭，但在海底生态里，它们可不只是食材，而是名副其实的海中蝗虫。它们大量繁殖，入侵巨藻森林，把海底吃得寸草不生，甚至多到连天敌都感到绝望。如今人们竟然想到派出龙虾大军去对付这群刺球，海胆到底多厉害？龙虾又能不能力挽狂澜呢？首先，我们得了解海胆为什么有本事毁掉一整座海底森林。海胆属于棘皮动物，历史相当古老，远在5亿年前的古生代就出现了。全球已知900多种海胆，大多长成浑圆或心形，全身布满尖刺，看起来像长着盔甲的刺球。别看它个头不大，活起来可有2把刷子。海胆最特别的是，它们有5个生殖腺，也就是人们吃的海胆黄，繁殖力极强。每到繁殖季节，一只雌海胆可以一次释放上亿甚至数十亿颗卵子到海水中，同时雄海胆也释放出海量精子，海水中受精后形成小幼体，慢慢长大，不出几年就能成熟再繁殖。如此惊人的生育率，让海胆族群一旦有机会壮大，就会爆炸性的增加数量。当海胆数量暴增到一定程度，它们甚至会开始集体大迁徙，成群结队寻找食物。沿途所过之处只剩下满地海胆，别的生物和藻类则荡然无存。海胆的食量同样令人啧舌，虽然它没有明显的大嘴巴，却藏着一套独特的无齿咬合器，俗称亚里士多德之灯笼。这5颗硬质牙齿既锋利又能灵活旋转，专门用来刮食和啃咬岩石表面的东西。别说海藻了，就连石头薄薄的一层，海胆都能一口口咬下来。一只海胆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30%左右的食物。不要小看30%，这个比例如果换算到人类身上，相当于一名60公斤的人每天吃下近20公斤食物，这完全是饭量惊人的大胃王。而一大群海胆就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般，源源不绝地吞噬着它们遇到的食物。海胆最喜欢吃的其实是鲜嫩的海藻和海带，当然也包括巨藻森林中的巨藻。一旦食物不足，有些海胆甚至会啃噬岩石，维生它们用尖刺和口器在礁岩上钻洞，刮取附着的藻类碎屑，宁可把岩礁磨碎，也不让一点点养分溜走。如此疯狂的食欲，使得海胆群落所到之处真的会片甲不留。什么是巨藻森林？可以想象一下，海底的巨大海藻林就像水下的热带雨林一样茂盛。以塔斯马尼亚岛附近的巨藻森林为例，据说以前站在海面上踩着漂浮的巨藻叶片，就能一路走到海湾对岸。那些巨藻的根固着在海底岩石上，长条的藻体直达海面，最长可以超过60公尺，每天还能长高30到60公分，没多久就能连成一整片水下森林，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鱼儿可以在巨藻林间产卵，躲避掠食者。海螺、海星在林荫下悠然觅食，连浮游生物都因为巨藻固定海水营养而繁荣滋生。可以说，巨藻森林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海底乐园。然而，海胆大军一旦入侵，这片繁茂的乐园立刻面临劫难。海胆们并非真的把每一寸巨藻叶片都吃掉，它们其实无法爬到水面去啃食上方的叶子，但它们会从海底下手，集中啃食巨藻附着在岩石上的根部。当海胆们把巨藻的根底部啃断，整株巨藻就会因为浮力作用而飘离海底。巨藻一飘走，海胆们就继续啃下一颗，仿佛樵夫伐木一般，一片片将森林砍倒。短时间内，原本郁郁葱葱的海藻林就这样被连根清除，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和遍地游荡的海胆。那些原本栖息在森林中的鱼类、甲壳类、贝类也顿时失去了家园和食物，不是逃散就是饿死。原本生机勃勃的海底变成死气沉沉的荒原。海洋学家形容，每平方公尺只要有大约10只海胆，就足以把该处海床变成海底沙漠。更何况有些地区海胆密度高达每平方公尺50只，难怪所过之处不留一点生命的踪迹，宛如被啃过的草原，只剩下一片荒凉。可能有人要问了，海胆难道没有天敌来制衡吗？照理说，
生态里总有克星存在吧？答案是，海胆的天敌其实不少，像海獭、狼鳗、河豚、大型海星以及龙虾等，都爱以海胆为食。听起来不可思议，海胆浑身是刺，看起来防御力满分，但其实它的刺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蛋壳差不多，细长又脆，很容易被折断，所以许多掠食者并不畏惧海胆的尖刺。比如说星斑叉鼻豚最爱磕海胆，张口就是咔嚓一声，一口吞一个，毫不犹豫。某些斑基鱼更是绝，一张嘴连壳带刺整颗吞下，海胆在它们肚子里连渣都不剩。还有外形像鳗鱼的狼鳗，长着坚硬有力的颚齿，专挑带刺的硬壳生物下口，海胆被狼鳗咬住后，硬壳都能被瞬间碾碎，可见海胆并非刀枪不入，自然界中天敌不少。然而按理说，这么多天敌一起上阵，海胆不至于嚣张到称霸海底吧？为什么现如今有的地方穷的只剩下海胆呢？问题往往出在人类自己身上。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澳洲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那里原本是全球绝无仅有的巨藻天堂之一，可如今却成了海胆肆虐的重灾区。故事要从几十年前说起。1978年，科学家首次在塔斯马尼亚岛东岸的海域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只长刺海胆。长刺海胆本来生活在较温暖的海域，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海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塔斯马尼亚周边。19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员陆续观测到长刺海胆数量激增，到处啃食巨藻。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外来海胆呢？气候变迁可能是幕后推手之一。近年海洋变暖，塔斯马尼亚周边海水在短短10年间上升了约 1.5 摄氏度。温暖的海水等于打开了大门，吸引长刺海胆大举移居这片天堂一样的巨藻林。有趣的是，长刺海胆还有个外号叫魔鬼海胆，身上的长刺可以长到30公分，看起来就像长满尖刺的恶魔球。这群魔鬼一踏进巨藻林，眼前仿佛是自助餐天堂，无比丰富的巨藻任他们享用。他们个头在富足的食物下变得又大又壮，繁殖更加疯狂。大量小海胆出生后，立刻加入啃伐巨藻的行列，巨藻林从此劫运难逃，迎来更大的浩劫。专家们惊愕地发现，不到几年的功夫，塔斯马尼亚东南海域约一半的海藻林都不见了，有些海湾甚至损失了 95% 以上的巨藻森林，几乎彻底变成所谓的海胆荒漠。照理说，海胆肆虐，龙虾应该高兴才对，因为在塔斯马尼亚海域，海胆最大的天敌正是体型巨大的岩龙虾。岩龙虾的外壳比海胆尖刺还要坚硬，它们根本不怕被刺扎伤，可以放心大胆地靠近海胆，用有力的大螯把海胆翻过来，然后从柔软的腹部开吃，一口接一口把刺球啃成空壳。但现实却是讽刺的，当长刺海胆大军攻城略地时，本该出面剿灭，他们的岩龙虾却没有及时挺身而出。为什么呢？因为早在人类意识到海胆问题之前，岩龙虾自己也过得很惨，它们被人类吃快吃光了。澳洲的岩龙虾可是有名的海鲜珍馐，长期以来是渔业捕捞的重点对象。当地渔民年年捕龙虾，端上餐桌，结果龙虾数量大幅下降。海洋学者调查发现，在海胆泛滥最严重的那些海域，岩龙虾的数量仅仅是历史自然水平的大约1成而已。原本广袤的海藻林里，巡逻的龙虾卫兵屈指可数，无力控制海胆的扩张。简单说，就是龙虾这位天敌被我们人类先吃掉了，导致没有人看守的海胆开心繁殖，局势彻底失控。等到人们发觉事情不对时，为时已晚，大片巨藻林消失，渔业资源受到冲击，连带影响了当地观光旅游。塔斯马尼亚的渔业部门和科学家们开始绞尽脑汁对付海胆这个生态怪兽。他们试过许多方法，例如出资鼓励渔民捕捞海胆，希望用商业开发来压制数量。然而碰到一个窘境，澳洲本地人不爱吃海胆。对一般中国、日本饕客来说，美味的海胆黄是极上料理，但对很多澳洲人而言，海胆肉少又不好处理，带刺还容易受伤，吃法也不熟悉，所以市场反响平平。捞上来的海胆卖不出去，渔民缺乏动力，自然无法真正削减它们的数量。从2017年到2019年，短短2年间，
政府组织渔民一共清除了约250万只海胆，重量达上千吨，看似很多，但对动辄上千万计的海胆大军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海胆繁殖太快，刚清掉一些，新的小海胆又源源不绝长大了。人们很无奈，靠人力一个个捞，永远捞不完。既然人类吃不了这么多海胆，那就让龙虾来吃吧。澳洲的海洋生态学家们灵机一动，重新召唤出海胆的天敌岩龙虾，投入战场，以蟹治胆。他们制定了一个恢复龙虾的计划，由塔斯马尼亚大学牵头的团队负责实施。这支团队先是四处寻找和人工培育岩龙虾苗种，特别锁定那些体型巨大的岩龙虾个体。一般市面上看到的岩龙虾通常也就2-3公斤重，已算相当大，但团队要的是真正的巨无霸，重量10斤以上甚至20斤的高龄龙虾。这些庞然大物至少都有几十岁高龄，绝对是经验丰富的海胆杀手。科学家将它们从各处收集来，悉心饲养，再野放，把一只只龙虾将军空投到海胆泛滥最严重的海域，就像派遣特种部队执行任务。当然，为了确保他们顺利执行公务，政府也禁止了这些区域的捕龙虾行为，相当于给龙虾们上了免死金牌，让他们专心对付海胆。龙虾大军出征的结果如何呢？根据塔斯马尼亚海洋研究团队的现场实验，在投放了大量岩龙虾并保护起来的试验区，过了一段时间后观察，发现海胆的数量明显减少，原本光秃秃不断扩大的荒地也停止了继续扩张。而在没有投放龙虾依然允许捕捞的对照区，海胆数量和贫瘠海底的面积则持续增加。龙虾的战绩令人振奋，他们确实开始扭转战局，阻止更多的海藻林被摧毁。负责此项目的海洋生态学家史考特·林恩博士欣喜地表示，这证明如果我们的珊瑚礁上有足够多的掠食性龙虾，就真的可以降低海胆泛滥的风险。根据团队估算，如果每公顷的巨藻礁区域中有50只左右的大型岩龙虾镇守，基本可以预防长刺海胆过度繁殖，避免生态走向失衡。不过林恩博士也提醒，预防胜于治疗，一旦让海胆把生态破坏到极严重的地步，即使后来增加再多龙虾，恢复起来也需要很长时间。在塔斯马尼亚某些已经变成海胆荒漠的海域，例如圣海伦斯附近，即使现在提高了龙虾数量，短期内海底贫瘠区的范围也没有明显缩小，毕竟巨藻林要再长回来需要时间，而龙虾清除海胆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光，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开始就保护好龙虾等海胆天敌，不让海胆数量失控，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像这样引入天敌以生物治疗生态的手段，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成功案例。前面我们看到海胆在澳洲是惹祸精，不过在夏威夷的故事里，海胆反而成了被派上场的小小英雄。事情发生在夏威夷欧胡岛的凯尼奥赫湾，那里在1970年代遭遇了一场外来物种入侵，一种原本来自东南亚的藻类被人引入海湾培养，结果失控性繁殖，覆盖了大部分海底，被称为窒息海藻。这种海藻疯长，严重影响珊瑚礁生态。美国生态工作者想了很多办法，例如在2005年研制出一种水下吸尘器，可以每小时吸走360公斤的藻类。然而这机械有个缺陷，礁石缝里的藻类吸不到，没多久海藻又长回来，清除工作没完没了。后来他们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既然海胆最爱啃食海藻，何不让海胆去对付这些入侵藻呢？于是科学家们人工培育了成千上万只海胆，从2011年起陆续投放到湾内，结果不久后就初见成效。那些狂长的窒息海藻势头终于受挫，生长速度明显放缓。有了成果，他们更是大幅扩大投放量，从每年1000只增加到每年数十万只海胆，累计到2020年底，约60万只海胆被投放到凯尼奥赫湾。到2025年，预计可望清除湾内几乎所有入侵藻类。就这样，海胆家族难得当了一回救兵，光荣地小兵立大功，让珊瑚礁重获新生。海胆能成为克星，也能化身功臣，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然而，全球更多地区面临的还是海胆过度繁殖的危机。在北太平洋，类似塔斯马尼亚的剧本也在上演。自2014年左右起，
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的紫海胆数量暴增，同样导致当地巨藻林近乎毁灭。北加州的褐藻被吃掉了90%以上，俄勒冈州沿岸的海带森林甚至完全消失。短短几年内，原本船只难以航行的茂密海带，如今无影无踪，只剩一望无际的裸露岩底和满地橘紫色的海胆。由于藻类没了，许多以海藻为食或栖息的鱼类纷纷逃离，结果造成另一种生物激增海星。那些肉食性海星本来有鱼类制衡，现在鱼跑光了，海星倒开始遍地都是。它们甚至把海底残余的动物碎屑都清扫殆尽，加速了荒漠化的程度。加州近海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有一位强力的巨藻守护者，南方海獭是紫海胆名义上的头号天敌。海獭不怕海胆刺，肚子上的皮毛又厚又密，它们会抓起海胆放在胸口，用小石头敲碎壳，再悠哉地把海胆黄挖出来吃。在过去几百年间，加州近海的海獭与海胆其实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海獭控制海胆数量，保护了藻林，海胆也仍有一定数量生存。然而18、19世纪的时候，人类的大规模捕猎让南方海獭几乎绝迹，一度整个族群只剩不到50只。后来在法律保护下，海獭族群慢慢恢复，如今加州海域约有3000多只海獭。然而就在海獭回归的同时，紫海胆已经先一步把大片海藻林啃光了。海獭虽然爱吃海胆，但它们需要茂盛的海藻林提供掩护和栖息。现在海底变成光秃秃一片，只有零星稀疏的巨藻。海獭如果冒险潜入这些海胆荒地疯狂觅食，自己就完全暴露在大白鲨或虎鲸等高阶掠食者的眼皮底下。那些鲨鱼和虎鲸很可能把小海獭误认为海豹或海狮，一口撕咬。海獭不是不知道这点，所以他们宁可缩在靠近河口的低盐度海湾混日子，躲避虎视眈眈的沙口，完全没胆子去捡海胆吃。结果就是，当海胆把海藻林吃得寸草不生后，顺便也赶跑了自己的天敌，失去了海獭的压制，加州的紫海胆更加为所欲为。那片海底荒漠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恢复。这情形是不是很讽刺又很凄凉？一方面，人类花了很大力气拯救海獭，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我们对生态变化反应不及，让海胆抢先一步把环境彻底毁了，导致海獭英雄无用武之地。听完这些故事，我们不禁感叹，生态平衡是多么脆弱。在健康的海洋里，海胆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有天敌它们就翻不起大浪。但只要人类一个不小心，过度捕捞、引入物种或排放污染，往往就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接下来，不是某种生物灭绝，就是某种生物泛滥成灾。海胆将海底吃成荒漠的悲剧，就是生动的一刻。我们幸好还找得到解方，恢复龙虾、海獭等天敌的地位，让大自然自己的警察去管理海胆。但千万别忘了，是我们先拿走了这些警察，又把局势弄得不可收拾，最后还得费力请他们回来救场。塔斯马尼亚的经验告诉我们，预防总比事后补救有效得多。未来我们应该更加谨慎，避免重蹈覆辙。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依靠龙虾天敌之外，让美食对付美食，这招也引起了广大吃货的兴趣。澳洲人自己不愿吃海胆，不少远在世界另一头的中国网友们可是看得口水直流，跃跃欲试。有中国吃货打趣说，澳洲海胆不是泛滥吗？赶紧开放进口，我们保证几年之内把它们吃成回忆。还有人笑称应该办个海胆签证，邀请全球吃货去澳洲义务除害，顺便饱餐海鲜。这虽是玩笑话，却道出一个道理，有时候将入侵物种端上餐桌，反而是控制它们的一种双赢办法。毕竟海胆黄肥美又昂贵，如果能建立起商业市场，大规模采捕来吃，也不失为抑制海胆数量的手段。同样地，龙虾本身也是顶级美味，如今却成了海胆克星，真可谓冤家路窄，美食对决。当然，我们也不能光靠吃货解决所有问题，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我们审慎管理渔业和保育工作。最后总结来看，海胆这个小小的刺球为何能兴风作浪，把海底变成荒漠？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繁殖力强，食量惊人，本身进化出了攻守兼备的本领。
但真正让他们无敌的，恰恰是我们人类一时的疏忽。当天敌不在，气候变暖，环境失衡，海胆就从配角变成了破坏生态的主角。如今我们祭出了龙虾这张王牌，希望它能挽救巨藻森林于水火。但愿龙虾大军继续给力，助海底森林重生。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未来在享用海洋资源时，一定要记得给生态留一条后路。如果能平衡好捕捞和保育，让海胆、龙虾、巨藻和海獭们各司其职，生生不息，我们或许就不用再动用非常手段去请龙虾吃海胆了。让我们期待那天的到来吧。